一將勝勇追窮寇，不可沽名学霸王。天若有情天亦老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先看两个新聞吧，朋友們。一個是美國派出了海警小組趕赴台灣，開展2週的培訓，強化台灣海巡的執法能力。美國人培訓台灣的海警，這是要跟中國幹嗎？啊，動手啊，好事兒啊！美國的海軍陸戰隊現在已經在台灣駐防了，又派出了海警培訓小組。人家那個台灣的防務部門說，美國駐台灣的兵力遠遠不止500人。台灣駐軍之時就是大陸解放之時，那句話是誰說的來着？這海警都過去培訓，要跟那個大陸幹，我支持啊，狠勁幹啊！然後呢，那個給美國爹看看啊，這個把那個中國海警給抓了啊！我支持，朋友們，你們支持嗎？啊，再看看這個啊，台灣2027年國防預算將首度突破新台幣1萬億元。賴清德投資國防就是投資和平，拖吧，越拖代價越大，對吧？咱們再看啊，其實呢，美國人早就看清楚了，人家早就有詳細的這種推演。美國的軍事專家說，只要是中國打響武統的第一槍，解決台灣問題只需96個小時，4天時間啊！這個數字兒最近呢，攪的是華盛頓坐立不安，一位前美國的駐日大使把他給爆出來了啊！要弄清這背後的門道呢，先看看這個話呀是誰說的，說給誰聽的，再對照美方智庫那些不斷出爐的報告和推演的結果，才能讀懂啊這個數字背後的真正的力量。前美國駐日大使伊曼紐爾近期在一檔節目中放出說，聲稱一旦大陸下決心解決台灣問題，解放軍可能在4天之內就結束軍事行動，等白宮反應過來，一切都已成定局了。他是在一場這個訪談節目中提到啊，他說這是美國的軍事部門的相關推演的結果。日本方面呢，涉台公開表態呢，把原本美日之間的私下討論的事情呢擺到了桌面上，逼得美國呢不得不從模糊走向明確的攤牌。這個牌呢本來要藏着打，被這個大使給翻到了明面上，接下來操作空間呢也被壓縮了不少。順着這個思路往下看呢，就這個大使啊，長期在華盛頓郵報等地方呢專門反覆強調美國的艦隊正在衰落啊。他說呢，現在美國的全獅號2棲突擊艦，這艘船耗資2億美元大修之後依然故障纏身啊，美國海軍的工業基礎已經嚴重的被侵蝕了。他說呢，中國已經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艦隊和造船業了啊。最近呢，美國這個一艘驅逐艦在海上也是斷電了4天，跟他說的4天拿下台灣恰好吻合。這個驅逐艦上的官兵忍受了沒電、沒水、沒空調啊，這些人都快可以說是嘩變了，被拖到日本啊去大修去了。這就是美軍現在的實力。96個小時，美軍的推演呢是窗口期極短，美軍介入的勝算很低，反應的機會都未必能夠抓得到。當然了，這個大使不能老說喪氣話吧，人家說了啊，那個只要是美國多加預算、多增部署，把工業基礎補起來，美國照樣能應付。2句話擱一塊兒，就像一邊喊火燒眉毛了，一邊喊要再批點錢，能把消防隊練出來，那個工業基礎補起來，那得經過多長時間呀？美國這些軍工的老一代的技術工人退休的退休，去世的去世，新一代的技術工人基本上接不上茬了。
培養新一代的技術工人，最起碼需要10年、20年的時间。那位說中國大陸有的是耐心，別說10年、20年了，50年也不動台灣，那我就沒話說了，對嗎？各位，這個96小時呢，不一定是他們這種真實的想法，而是說呢，是一部美國內部的催款器提醒美国大陸一旦动手，美國連反應的窗口都沒有，倒逼白宮加碼軍事上的投入把焦慮轉換成撥款的理由。這個報告顯示美軍在衝突爆發後的頭3天就會陷入燃油與彈藥的雙重短缺，關鍵的精確制導彈藥在5到7天內就打空了，20到30天達到作戰崩潰點。他沒有繞開抽象的士氣和意志去談，而是給出了一份東西不夠用的時間表。更扎心的是那些基地的那一部分。報告指出，美軍過度依賴日本、關島等少數幾個大型的前沿集中基地，越集中越像靶子，很容易在導彈的首波打擊中就吃大虧。還有一個細節呢，讓這份報告呢格外真實。披露有美國的高級國家安全官員曾要求刪減報告的內容，結論是過於喪氣，怕被外界暴露了以後暴露了美軍的紙老虎形象。把視角拉遠一點呢，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從2022年起做過24輪的兵棋推演。推演裡，美軍介入台海的代價被描述的是相當的慘重，2艘航母沉沒，500到800架戰機被摧毀，數千美軍陣亡。華爾街日報、金融時報呢也曾引述過美軍印太司令部方面的擔憂，擔心一旦發生台海衝突，美軍可能失敗。不同機構、不同口味的分析，最后都指向了同一類的难題。美軍的問題不只是能不能贏，而是能撐多久。你再看96小時这個數字呢，它不是數字本身，而是它怕踩到那個節點。4天正好卡在他這份報告所說的3天燃油彈藥雙耗盡。換句話說，等白宮開完會，盟友協調完立場，軍力調動完成，交戰規則確認下來，前線可能已經接近彈藥見底的階段其實這個大使的說法呢，未必是精算出來的時間，可是他恰好戳中了美軍持續作戰能力最薄弱的一塊，對吧？那麼台灣海峽這張地圖對軍事討論從來都不講情面的，最窄處只有130公里，解放軍的火箭炮、短程彈道導彈、巡航導彈、無人機集群、2棲登陸力量、極短的作戰半徑內運轉、火力情報指揮鏈都集中在家門口，這種地理的優勢天然就更好用。而美國呢，則要從第二島鏈甚至是本土調動力量，跨越數千公里的太平洋補給線拉得越長，持續作戰的難度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。這種地理前提是任何一份報告都繞不開的硬約束，也是96個小時這個數字能夠引發共鳴的底層的邏輯了。中國解放軍多次的媒體報道全時待戰，隨時能戰，東部戰區組織的正義使命2025等演習，把陸海空火箭軍聯合演訓做得越來越貼近實戰，對台灣周圍表現出了強大的火力的鎮壓和聯合打擊的能力。從觀察者的角度來看呢，這些動作的分量不在於喊得多響，而在於體系能否快速切換到實戰節奏。美國的戰略圈的語氣呢，也在悄悄的發生着變化這個事情呢，現在美國呢有一些智庫他們現在說拋開這些不談，談什麼呢？談美國要進攻大陸的本土，要打碎中國的工業鏈條。那位說，那他不怕中國反擊到美國的本土嗎？美國專家現在的基調就是無論美軍怎麼對中國大陸狂轟濫炸，而中國呢不會向美國的本土反擊一顆子彈，而無論美軍甚至是動用戰術核武器，而
中國大陸呢不會向美國本土發射一枚戰略核導彈。在這兩個前置條件的加持下，美國的軍事专家們最終在報告的末尾歪歪扭扭的寫下了4個字兒：美軍慘勝。這不是精神病嗎？對，美國的政客就是一群精神和智力都有毛病的大傻叉。点个訂閱吧，咱們下集再聊。